甄嬛传》中除了每句诗都暗藏深意之外，其实细看下来就会发现，每个娘娘身边的宫女的名字都暗示了她们服侍的娘娘的命运，又或者她们自己的命运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这些宫女的名字都有哪些含义。第一个，女主嬛嬛的宫女刘珠、浣碧。要问剧中最让人意难平的，莫过于刘珠死于侍卫刀下。原本刘珠只是想出门为甄嬛请一个太医，谁料那侍卫死死拦着。为解嬛嬛困境，刘珠不顾个人性命，一头撞向侍卫的刀口。随着刘珠的倒下，咱们会发现珠本就代表了红色，刘珠不仅留不住，而且还是流着红色的血下线的，这不正对应了刘珠的结局吗？而浣碧除了被众人调侃称之为喜绿之外，从剧中咱们可以知道，浣碧是甄远道和罪臣之女的孩子。为了把浣碧带到自己身边养着，甄远道特意说浣碧是自己买来给嬛嬛的丫鬟，于是这浣碧自然而然就成了浣碧，这大概就是小姐身子丫鬟命吧。第二个，皇后的宫女简秋、惠春。虽然人人都调侃简秋是把四季妹的秋给剪了，但是一说到秋天，让人想到无疑是丰收的季节，可简秋却要把秋天那硕果累累都剪了去，这不就暗示了皇后费尽心思残害皇嗣吗？而春天则象征着万物复苏，惠春便是描绘出了一个春天。可是在剧中，每当皇后事迹败露，都是惠春出来顶罪的，这也意味着惠春并不是真正的春天，这是皇后表面上营造出来的一个美好假象罢了。第三个，华妃的宫女宋芝。皇上曾说过宋芝的名字是个好名字，并且还把宋芝的芝和华妃的兰并列为芝兰玉树，而宋芝即宋芝，这也正是对应了华妃后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把宋芝送到皇上身边帮他争宠。第四个，端妃的宫女吉祥。一说到端妃，除了众人所说的一个殿超强待机之外，其实端妃的宫女吉祥也暗示了端妃的命运。虽然端妃被华妃灌了一碗红花，导致她再也不能生育，但是端妃也因一身病痛远离了后宫的纷争，最终还得到了温宜公主这个暖心的充电宝，让端妃这个一格殿娘娘活到了大结局。与后宫众嫔妃比起来，端妃的这一生也算是吉祥了。第五个，静妃的宫女韩珠。众所周知，珠代表着珠宝，整部剧中能与珠宝比肩的，怕是只有最得地心的胧月了。按照端妃曾和嬛嬛说起胧月发高烧的时候，静妃没日没夜的在一旁悉心照顾的情景，可见胧月就是静妃捧在手心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珠宝。除此之外，珠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那便是佛教的人都会念珠。而静妃除了数砖之外，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养乌龟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佛系玩家呀。当然，佛系的人大多都是拥有菩萨心肠的善良的人，而善良的人自然也是有福报的人，这也暗示了静妃会在后宫之中顺利的过完一生。第六个，齐妃的宫女翠果。翠即绿色，绿色意味着啥呢？意味着齐妃会给皇上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原。可拉倒吧，别说齐妃无聊了只会摇摇骰子，就说齐妃一门心思都扑在如何让三阿哥持续长高上，还压根儿没空去给皇上种什么大草原。所以这个绿只能是暗示在大清巨人三阿哥身上，而翠果即是不成熟的果子，这也暗示齐妃的儿子三阿哥不成气候，难当大任。第七个，沈眉庄的宫女采星采月。要知道星星和月亮都是天上的东西，想采下来当然是不可能的，因此采星采月也暗示了沈眉庄得不到她想要的东西。自从被皇上怀疑假孕争宠后，沈眉庄彻底看清了帝王家的薄凉与无情，于是沈眉庄单方面宣布离婚。生性孤傲的她不仅应了那句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不曾吹落北风中，而且在这深宫的枷锁中，沈眉庄恨也不得，爱也不得。好不容易做一回和自己心中爱慕的温太医有了孩子，结果在生下静和公主之后，沈眉庄便撒手人寰了。不管是最初想为皇上生下孩子，还是后期想和温实初就这么好下去的愿望，所有的一切看着就像天上的星星月亮一样美好，实际上却是可望不可及的。第八个，安陵容的宫女宝娟、宝雀。一娟一雀就像小鸟儿一样，而剧中安陵容初次获宠，不仅是因为甄嬛把她引荐给皇上，更因为安陵容唱歌就如同黄鹂鸟叫一般婉转动听。后来甄嬛为了膈应安陵容，故意在她封妃的封号上动了手脚，取之为梨。这梨子一听就和雀呀、娟呐一样都是鸟类，这也是安陵容被大家称作安小鸟的原因。再加上在皇上眼里，
安陵容不过是他在无聊时的一个玩物罢了，高兴时可以给他一个好评，不高兴了连他叫什么姓什么都想不起来。甚至在安陵容最后一次进入养心殿的时候，他自己都说：臣妾不喜欢黎妃这个名字。黎妃，臣妾不过是您豢养的一只鸟。可见安陵容宫中的这一捐一阙已经暗示了她的命运走向，更何况一说到捐，让人想到的还有杜鹃啼血，这不也正暗示了安陵容的悲惨结局？综上可见，这部剧实在是值得拿一个好评啊！在《甄嬛传》中，安陵容这个角色，无论是前期作为甄嬛阵营的一员，还是后期作为甄嬛的对立面，她的地位都不可谓不高。而作为安陵容身边的宫女，宝娟也拥有了许多出镜的机会，因此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入意。在安陵容初入宫时，她对宫中的一切都感到陌生，是宝娟多次帮助和劝导安陵容，处处为安陵容着想，让安陵容逐渐褪去自卑，变得宫羽心计，并逐渐成为安陵容身边信任的人。宝娟的种种举动让许多观众坚信宝娟对安陵容忠心耿耿。可是有一次，华妃召来安陵容和甄嬛，让他们当众表演，安陵容气愤难忍，便制作巫蛊娃娃来诅咒华妃。正当安陵容拿着娃娃泄愤之时，皇后突然到访，随手一翻安陵容的床铺，便看到了在宫中颇为忌讳的娃娃，于是抓住了安陵容的把柄。皇后的到来显然不是随机的，必定是收到了一些人的通风报信，而能知道这些私密事情的人很少，宝娟便成为了许多观众怀疑的对象。到底这样一个对安陵容有着重要作用的人，究竟是否是皇后的人？在剧中刚开始的时候，宝娟的确是对安陵容忠心耿耿，并不是皇后的人，但到了后期，宝娟便被皇后收买，并且成为皇后监视和了解安陵容的一个眼线。我们先分析刚开始的时候的宝娟。安陵容初入宫时受到了夏常在的刁难，在安陵容称呼夏常在为姐姐却被嫌弃时，是宝娟上来解围，亲身示范了正确的行礼方式及称呼，帮助安陵容避免了夏常在的羞辱。事后安陵容多次被排挤，当自己感到自卑难过的时候，也是宝娟上前开导：小主你别灰心，英雄不问出处。同时宝娟也将真正对安陵容好的甄嬛和沈眉庄视为小主的好姐妹，并且多次在安陵容误解甄嬛等人的时候上前宽慰，并劝导安陵容和甄嬛等人多往来亲近。小主也不是孤身一人呐，婉贵人和沈贵人待小主如姐妹一般，小主应该多多走动才是。可以说刚开始的时候，宝娟处处为安陵容着想，是真的没有存在二心。这是因为面对这个时期的安陵容，皇后不会花费过多心思去拉拢。纵观全剧，我们不难看出皇后阵营的人都有着其特定的利用价值。齐妃尽管不得皇上喜爱，但是她运有3阿哥，弥补了皇后阵营子嗣方面的缺陷。像齐贵人这一类青春貌美，能够获得皇上宠爱，不让华妃阵营的人一家独大。而在安陵容刚入宫之时，要美貌没有美貌，要家世没有家世，才艺技能也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。尽管彼时皇后和华妃分庭抗礼，需要新鲜血液的加入，但是对于像安陵容那般缺少利用价值的人，皇后实在是不会花费大量心思去在他身边安插眼线。第二点，宝娟这个人在宫中摸爬滚打多年，比前期的安陵容更有经验和阅历，在识人待物上自有一番见解。作为安陵容的贴身宫女，宝娟比平常人更能了解安陵容。尽管能感受到安陵容身上的敏感自卑，但是也能够观察到安陵容身上与众不同的技能，例如出色的绣功和动听的歌喉。所以宝娟在安陵容不受宠的时候，并没有像甄嬛身边的太监一样另寻他主，而是安心的待在安陵容身边，一心为主寻找机会。但是在安陵容经历过给华妃唱歌事件之后，我们不难看出宝娟的行为举止和以前大不一样。首先便是在安陵容制作了巫蛊娃娃后，皇后便恰巧探望安陵容，发现了她的把柄。此举定是安陵容身边之人所为。而我们知道，安陵容身边的另一个贴身宫女菊青是甄嬛派来的。甄嬛那时还是真心对待安陵容的，必不可能安排菊青监视安陵容，所以只可能是宝娟。再分析皇后对安陵容解释告密之人说的话，自然是与你亲爱的姐妹啊。当时安陵容极其信任宝娟，在一种程度上，宝娟也可以算是安陵容的姐妹。皇后如此解释，不仅表现得没有在说谎，还挑拨了安陵容和甄嬛之间的关系。
其次，之前宝娟在安陵容面前总是为甄嬛和沈眉庄说好话，可后来便有意无意地曲解甄嬛的意思，挑拨他们之间的感情。在甄嬛因纯常在口无遮拦，无意间表示安陵容绣的锦衣小家子气后，为了安抚安陵容送去珍贵首饰时，宝娟吐槽道：当初沈答应得宠的时候，也没看他顾及过咱们的死活。由上面的行为分析，我们不难得出，在华妃凌辱安陵容时，宝娟已经被皇后收买，成为皇后安插在安陵容身边的眼线。那为什么此时的皇后开始注意到安陵容，并且大费心思收买安陵容身边的宝娟呢？第一点，想要借着安陵容对付甄嬛。当时甄嬛胜券正浓，就连之前宠冠6宫的华妃也要逊色一步。皇后自然是看出这个与纯元皇后有着几分相似的甄嬛并非池中之物，将来可能会成为她的心腹大患，于是便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压甄嬛。而当时的安陵容与甄嬛情同姐妹，关系甚好，可皇后看出了安陵容内心的自卑，并不是真心的与甄嬛交心，所以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被挑拨。于是皇后便以此为突破口，想要将安陵容收纳为自家一派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给甄嬛不经意间的打击。第二点，安陵容自身的技能也逐渐被挖掘出来，有了一定的利用价值。安陵容在甄嬛的帮助下开发了唱歌技能，并由此来吸引皇上，获得圣宠。同时，安陵容在被华妃羞辱后神色自若的回宫，这份心性也引起了皇后的注意。皇后说道：婉贵人的心性本宫是知道的，不是急躁之人，却不想着安常在，也忍得住心性。本宫素日倒是少留意他了。此时的安陵容不再是刚开始一般没有利用价值的人，而是可以作为皇后的工具去获取皇上的注意，对付华妃一派。第三点，安陵容受到华妃的羞辱之后，对华妃有着足够的愤怒与仇恨之情，这从安陵容忍不住行使宫中大忌的巫蛊之术诅咒华妃可以看出。而这份愤恨之情，恰巧就是皇后对付华妃阵营之人所需要的。所以从以上几点不难看出，为何皇后在后期会收买宝娟。宝娟纵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对安陵容忠心耿耿，但安陵容的家世样貌并不是一等一的出挑，她的未来是不可期的，跟着这样的主子不一定有出头之日。所以在皇后抛出橄榄之后，宝娟欣然地成为安插在安陵容身边的眼线，如此之举也是情有可原。一句话总结《甄嬛传》里妙蛙种子于莺儿的作死日常，那真是该敬的不敬，不该惹的全惹，凭一己之力得罪全皇宫的领导同事，最后成功把自己坑死的故事。职场中懂得人情世故有多重要，话不多说，我们有请妙某娘子现身说法。一，不要试图投机取巧，欺骗领导。除夕夜已没缘，妙蛙种子大过年的被迫加班，一边干活一边吐槽领导不干人事，无意间全程目睹四大爷和甄嬛一个躲一个追，还注意到嬛嬛用一句愿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，引起了四大爷的注意，于是他暗自留心，记下了这句诗和所有细节。等第二天苏妃奉命找人安排他去御前伺候，他对答如流。一路上过来冷不冷啊？风雪已停，比除夕之夜弄湿了鞋袜要好许多。时间、地点、诗句、湿了鞋袜的细节都对上了。于莺儿顺理成章成功盗用甄嬛小号上位。其实站在于莺儿的角度看，她是职场中典型的投机取巧者。她不是不清楚欺君罔上的后果，而是现成的机会摆在眼前，哪有不要的道理。当时甄嬛谎称自己是宫女，四大爷也没看见真人，自己又刚好听到标准答案。天时地利人和，与其继续做被上头领导压迫的底层员工，不如借机攀上位，险中求富贵。很明显他赌对了，风光了好一阵儿没被揭穿。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站在四大爷的角度看，能在除夕夜邂逅一个与纯元一样喜欢梅花、通诗书有才情的女子，是件多么令人心动的事。因着这份心动，哪怕后来于莺儿不断作死，指使花穗给甄嬛下毒之事败露，四大爷都不舍得杀她，直到甄嬛在四大爷跟前装作不经意的透露，嬛嬛曾在除夕夜祈福，唯愿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，却不想天不遂人愿。
四大爷才惊觉自己认错了人，于是曾经的初遇有多心动，发现自己被骗时就有多愤怒。尤其四大爷还不是一般领导，于婴儿当着他的面欺君，不免让四大爷觉得自己九五至尊的威严受到了挑衅，也让自己喜欢的嬛嬛无辜遭罪。于此时，于婴儿的下场注定是死。职场中想获得领导赏识没有捷径，踏踏实实努力提升自己才是王道。第二，低调做人，理智看待短暂的成功。按理来说，明白自己是宫女出身，德不配位，但凡有点脑子都知道要收敛锋芒，免得一个不小心就成了全民公敌。可你瞧瞧于婴儿做的那些事儿，就差把我活腻了4个字写在脸上。于婴儿上位后，先是进位，后又被四大爷亲赐妙音娘子的封号，夜半高歌，惹得6宫嫔妃不满。只是林容心里不快活。欣姐姐本来心里就不痛快，她骤然受宠，已经让很多嫔妃不满了。细想想，于婴儿上位本就不受待见，出身比她高的人会想，凭什么是她？比如安妹妹。出身和她一样的人会想，为什么不是我？比如浣碧。再加上她不懂低调，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满宫拉仇恨值。一个漆黑冬夜，纯常在慌慌张张地叩开碎玉轩的大门，张口就是委委屈屈的婉姐姐，我怕。甄嬛细问之下才知道，于婴儿仅仅因为受了点惊吓，就不依不饶的跟新常在吵架，还私自下令把新常在关进慎刑司，明目张胆的恃宠而骄，以下犯上。连浣碧都忍不住说，好歹是2位常在，竟然被一个答应欺负成这个样子。不过有句话叫做自作孽不可活，恶人自有天收。冰雪聪明的嬛嬛子知道，根本没必要和这种人对着干，于是恃宠而骄，夜半高歌，还私自下令把新常在关去慎刑司。依我看，倒是好事。后宫里能收拾于婴儿的高位领导多的是，妙蛙种子嚣张耍横到这份上，皇上、太后、皇后中迟早有一个会出手，而搬张小板凳坐等于婴儿被罚，才是对待小人得志的正确打开方式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太后亲自下旨，于婴儿被罚褫夺封号，闭门思过。要知道，太后作为皇后的至亲，一般情况下从不过问后宫事。连甄嬛后来在华妃宫里跪倒小产，也不见太后出面说话，这也足可见于婴儿做的事儿有多离谱。所以在职场中，最好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。短暂的成功究竟是运气还是实力，我们自己内心要保持绝对的清醒。第3，处理好职场中的人际关系。从没见哪个打工人敢这么嚣张，上至皇后、太后，下至宫女、太监，宫里有身份没身份的全被他得罪了个遍。作死到这种程度，此时的于婴儿已经离凉凉不远了。禁足结束之后，他来找皇上，却被苏妃的徒弟大喇叭小夏子拦住，因此对小夏子怀恨在心。为了重获圣宠，他跪在养心殿前唱了整整1夜的昆曲，终于复宠。而他复宠后的第1件事情，居然就是为难小夏子，让他用手剥核桃。你不是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的吗？这皇上要吃核桃仁儿，你手烂了又算什么？咱也不知道于婴儿的脑袋是怎么长的，为难小夏子对他来说，除了伺机报复，能有啥好处？光顾着手剥核桃，小夏子忘记提醒四大爷与甄嬛的约会时间，被四大爷训斥。苏妃瞧见自家徒弟一手的血，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训斥他：你这个糊涂东西，净顾着给皇上剥核桃了，连请皇上起身的时辰都给忘了啊！瞧你这一手的血，一会儿怎么当差事啊？表面责备小夏子办事不力，背地里却暗示于婴儿苛待下人。一番话既道出了徒弟的委屈，又内涵了于婴儿的歹毒心思。说话的艺术，苏妃是懂的。俗话说得好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何宫都知道，苏妃正是四大爷身边最得力的太监，人人敬他3分。小夏子是他的徒弟，他打小夏子的脸，就相当于是打了苏妃的脸。偏偏于婴儿还蠢而不自知，直到最后冒名顶替甄嬛的事儿东窗事发，四大爷下旨赐他自尽。冷宫里，苏培盛冷冷地吐出那一句：“不把咱们太监当人，这会儿还不是落在太监的手里。”小夏子，在。之前师傅让你忍，这会儿
别忍了。他才知道自己究竟得罪了什么人，弓弦上颈，后悔已经是来不及了。于心儿就此结束了他可悲的一生。职场中能多一个朋友，就别多一个敌人，把身边人都得罪干净了，自己也无路可走。最后奉劝妙音娘子一句：人活一世，该静的静着，不该惹的别惹，别抱任何侥幸心理，因为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甄嬛的贴身宫女们最后的结局都怎么样了？不比主子们的轰轰烈烈，很多宫女的下线都是在不知不觉就人间蒸发了。今天我们就来整理一波。第一位，简秋。皇后娘娘没做过的事，我有什么可找的？干最蠢的事儿，说最忠心的话。实名制下毒之前，宜修身边的简秋一直是宫女中的 No.1， 满宫上下也只有她能梳马蹄铁发型，备受尊重不说，还被人抢着巴结。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快请进，快请进！身为宜修的脑残粉，简秋一路陪着主子把坏事儿干到头。要不是他后期强行降智，私自越过宜修给甄嬛实名制下毒，也不至于落得个受尽酷刑、咬舌自尽的下场。第二位，宋芝。我再得什么封赏，都是娘娘的奴婢，至死不敢忘的。都说有其主必有其仆，宋芝这脾气简直和华妃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除了自家领导，宋芝对谁都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。桓归权，我瞧你这差事，怕是当腻了。里里外外的给华妃拉了不少仇恨值。华妃自小骄纵，被年家人惯得嚣张跋扈，宋芝在她手底下肯定吃了不少苦，奴性深入骨髓，让宋芝对华妃说一不二。即使后来被华妃抬举成了四大爷的支答应，她也不敢生出旁的心思。剧中虽没有具体交代宋芝的结局，但华妃倒台，墙倒众人推，宋芝的下场只怕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第三位，翠果。翠果儿，打烂他的嘴！翠果自己都没想到有一天会因为一句脆嘴打烂他的果而刷屏网络。身为齐二哈的心腹，翠果被迫执行了齐二哈的2次实名制下毒。齐妃娘娘亲手做了一盘栗子糕，差奴婢送来。齐妃娘娘吩咐奴婢送一盏红枣汤来给叶答应喝。其实翠果心地善良，齐二哈在长街羞辱甄嬛时，翠果面带不忍，可是主命难违，只能眼睛一闭，打了甄嬛的几个耳光，事后还扶起甄嬛满脸歉疚。宜修害死齐妃后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派人将翠果推入荷花池，溺水而亡。你急着杀了齐妃身边的翠果灭口，把她推进荷花池。可怜翠果死前忠心，把皇后的所作所为告知太后之后才死，实属难能可贵了。第四位，刘珠。刘珠自小和我一同长大，如同自己的亲妹妹。想当年刘珠小天使的下线是多少观众的意难平啊！他自小陪甄嬛一起长大，视甄嬛为他的全世界，论忠诚，锦汐、浣碧、小允子都比不上他。小姐去哪我就去哪，我从小跟小姐一起长大，才不会跟小姐分开呢。论贴心，甄嬛开心的时候，他就陪主子一块儿胡闹；甄嬛不开心，他又是想办法安慰，又是熬桂花蜜糖，还是个可爱的小吃货。甄嬛平日里也乐意宠着他。不幸的是，这么好的刘珠，还是在甄嬛误穿纯元旧衣，被禁足在碎玉轩之后走了。当时甄嬛生病，急需请来太医，刘珠护主心切，一把扑向侍卫手中的刀刃，用自己的死换来主子的一线生机。奄奄一息时还在喊着刘珠，看得观众纷纷泪目，不舍小天使的离去。第五位，浣碧。尤其是浣碧，到底是你的背。或许从一开始，甄远道出轨罪臣之女何绵绵，把浣碧接回家做甄嬛的丫鬟时起，一切便都是错的。她本该是甄府的小姐，却只能以丫鬟之身陪伴在甄嬛身边。虽说甄嬛宠她如妹，吃穿用度都不曾短过她的。小主在家时就多让着她，宠得跟二小姐似的。但浣碧始终心有不甘，她嫉妒甄嬛的一切，入宫之后也渐渐生出了背叛甄嬛的心思，伙同曹贵人陷害甄嬛，妄图勾引四大爷上位。好在甄嬛发现的早，浣碧才悬崖勒马，继续陪着甄嬛打副本，和自家长姐风霜于共。后来在果子狸掉落小巷后，她被甄嬛认作义妹，以甄家二小姐的身份嫁给了果子狸做妾室。长姐对不起，
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你的，是我占了你的。也算是出人头地，扬眉吐气了一把。虽然最后果子狸暴毙，浣碧承受不住打击，选择壮观殉情，但在他去世之后，他也成了果子狸的正妻，可以与心爱之人生同囚，死同穴，也算成了浣碧的一番痴心。第6位锦溪，朕就把锦溪正式赐给你做妻子，你可要好好待人家。好，谢皇上，多谢皇上娘娘厚爱，奴才一定对锦溪好。要说《甄嬛传》里谁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，那必得是我们事业爱情双丰收的锦溪了。当冰雪聪明的嬛嬛子遇上锦溪这个神级辅助，碎玉轩战队讲究的就是一个强强联合。想当初锦溪被内务府分配着来到甄嬛身边时，性子稳妥又资历深厚的他很快便取得了甄嬛的信任，在新公司大放异彩，帮甄嬛避了不少雷，出了不少点子。娘娘要做的是狠而无心。甄嬛去到甘露寺，她选择和主子同甘共苦。甄嬛荣耀回宫后，她又一路陪主子升级打怪，最后甄嬛成功当上太后，锦溪的地位也水涨船高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锦溪还收获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爱情。有甄嬛对她的感恩之心在，锦溪的晚年生活一定过得十分圆满。第7位彩月，小主还说呢，最近安嫔每见小主一次，小主总是不舒服。彩月聪明机灵，梅姐姐的陪嫁丫鬟，情商超高的社交达人，她能轻飘飘一句话解决甄嬛的困局。我们小主同婉常在是自幼的交情，婉常在病了，我们小主挂心得很，也能抢在镜白前头一锤定音，替嬛嬛子出口恶气。为表对惠嫔娘娘的这点孝心，请师太独立完成。就连梅姐姐和温太医有私情，彩月小姐姐也能迅速反应，替主子抹去痕迹，掩盖真相。不愧是梅姐姐跟前最得力的心腹，这双商就是高。梅姐姐死后，彩月的结局大概率是被嬛嬛安排着去照顾梅姐姐的女儿静和。第8位宝娟，领导给员工洗脑的我见得多了，可员工给领导 PUA 的却不多见，而宝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作为皇后安插在安小鸟身边的眼线，宝娟干的坏事只多不少。甄嬛与安小鸟姐妹情破裂，她位居首宫。浣碧她再高贵，也是个下人，赏给她，那当小主您是什么？安小鸟被皇后抓住把柄，被迫加入安琪拉战队，也有宝娟的一份功劳。就连最出圈的名场面宝娟嗓，也是宝娟下的毒手。等到安小鸟倒台，四大爷下令，所有伺候过他的工人，亲近者杖杀。宝娟的结局大抵如此，也算是死有余辜了。之前有很多朋友让我讲讲《甄嬛传》中的刘珠，说到底，甄嬛身边的刘珠给人的印象除了话多之外，其实她还有另外一层身份，那便是《甄嬛传》里的预言帝。但凡是被她开玩笑说出来的话，之后都已成真。这期我们就来看看刘珠开光所说的那些事儿。第一件，刘珠一眼看穿了浣碧盼着皇上。当时安陵容在甄嬛的帮助下成功获宠，浣碧和刘珠在院子里聊天，突然浣碧提起安陵容几天没来碎玉轩了。刘珠解释，现在的天气这么闷热，就连皇后都把这几天的晨昏定省给免了，谁还愿意出来走动呢？浣碧想想，觉得刘珠说的也对，便提了一嘴，说着只要皇上来了就好了。这话一出，刘珠嘴快，立马询问浣碧：小主盼着就是了，你这样盼着做什么？让你嘴坏，谁盼着了？你就盼着了，你盼着了。可见浣碧的心思藏不住，刘珠一眼就看穿了，甚至开玩笑的说了出来。结果浣碧因为不满安陵容遭到甄嬛训斥，同时又因为甄嬛打一巴掌给一颗枣，把安陵容送给她的浮光锦给了浣碧。浣碧穿上浮光锦显摆时，佩儿夸了一句：哎，你说这身衣服是我穿着好看，还是玲珑小主穿着好看？云是差不多的，不过姐姐这对耳环更出众。至此，浣碧认为她远在安陵容之上，
加上有曹贵人在背地里帮忙，浣碧认为他是有能力成为皇上的嫔妃的。于是浣碧开始不安分了，日夜盼着皇上，因为只要皇上来了碎玉轩，他就有了机会。所以当甄嬛和皇上在碎玉轩里聊天时，浣碧明知道皇上在里头，还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硬闯了进去。皇上饶恕，奴婢不知皇上在这里，实是无心之事啊。小主，浣碧不是有意的。可见浣碧的目的清晰明了，她就是盼着皇上来，盼着皇上高看她。只可惜浣碧不是皇上喜欢的类型，皇上身边有华妃和甄嬛这2个美妾，浣碧这个穿绿带粉的丫头哪能入眼呢？绿裙娇俏，只是用粉红花朵点缀，又着粉鞋，未免俗气。第2件，刘珠开玩笑让浣碧嫁给果郡王。当时浣碧想要上位成为小主的愿望落空了，恰好浣碧又在御花园哭泣时遇到了果郡王。果郡王这个中央大空调看到女孩哭泣，不仅没有退避，反而还上前撩拨了一番。你若不信，去看那春日里的花朵，大多数都是红花绿叶的，人人还说美得很。王爷真会取笑，人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。哇，他好特别，他懂我哎！至此，浣碧萌生爱意，暗暗倾心于果郡王。于是，当果郡王跑去游历蜀中的时候，浣碧从小夏子口中知道了果郡王的消息，忍不住和刘珠分享起来。不料刘珠对果郡王的事儿压根儿提不起兴趣，毕竟果郡王他一个王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哪像他们这些丫鬟一抬头只有这4方的天。浣碧话语一转，和刘珠讨论起了嫁娶的事儿。结果刘珠说了一句：“你这么惦记果郡王来不来宫里，不如你就嫁给果郡王。”刘珠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就是他这么一嘴，浣碧立马萌生了别的心思。既然成为小主无望，那么是不是有机会成为果郡王的福晋呢？至此，浣碧对嫁给果郡王这事儿上了心。之后，在一次宫宴上，浣碧使了心机，让甄嬛的小象掉了出来。果郡王瞧着自己藏的小象被皇上拿了，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加上席间有人提出这小象与甄嬛相似，皇上立马起了疑心，怀疑甄嬛和果郡王。就在果郡王和甄嬛百口莫辩时，浣碧跳出来解释说，那张小象是自己的，请皇上恕奴婢死罪，此物是奴婢的小象。皇上听到小象不是甄嬛，顿时放心了。却不料果郡王这个傻憨憨，不仅没有顺着浣碧的话茬先逃过这劫，反而还声张自己心中有了喜欢的人。最后皇上为了圆满收这个场，当场赐婚，让浣碧嫁给果郡王做侧福晋，让浣碧以钮祜禄家2小姐的身份嫁给果郡王为侧福晋。至此，浣碧圆了加入果郡王府的心愿。刘珠以前开的玩笑也应验了。第3件，刘珠预言甄嬛以后当贵妃。当时甄嬛怀上了她和皇上的第1胎，由于皇上很宠爱甄嬛，甄嬛一怀孕，皇上便高兴的要封她为嫔。封嫔当天册封礼前，嬷嬷给甄嬛梳完头，夸甄嬛的额发高有福气。结果甄嬛戴上头饰的时候，嫌头饰重了。刘珠瞧着甄嬛的样子，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如今只是封婉嫔，小主就嫌头上首饰重了，那以后当了贵妃可怎么好呢？”甄嬛嘴上让刘珠注意规矩，不要胡说，实际上甄嬛也希望自己有封贵妃的那天。后来甄嬛因故衣事件与皇上产生隔阂，又因婉婉泪卿4字，甄嬛彻底死心。于是甄嬛在生下胧月之后便自请出家。之后甄嬛又在凌云峰与果郡王相爱，相爱期间甄嬛很快怀上了果郡王的孩子，却不料造化弄人，甄嬛在安胎期间得知了果郡王出差途中已经撒手人寰。为了给腹中的孩子证明，甄嬛决定利用皇上的爱重新回宫，而皇上在不知自己头上长草的情况下，为甄嬛改姓改年龄，迎回了宫。钮祜禄甄嬛，御制名门，温宫茂著，养成皇太后慈玉，册为熹妃。这时的甄嬛身份飞一般的提升。后来甄嬛回宫生下来双胞胎，皇上一高兴便下旨封甄嬛为熹贵妃。之后甄嬛又因为替皇上办事儿，亲手把皇上赐的毒酒给了果郡王。果郡王一死，甄嬛的等级又上了一级，皇上直接给她来了个卫同父后。中宫失德，朕遥感6宫无主，故令熹贵妃暂领6宫之事，卫同父后。
可见刘珠的嘴开的光确实不一般，明明只是一句玩笑话，却不料到了最后竟然句句成了真。